好香哦！我们最常遇到大家在问我们这几个问题啊，什么是古树，什么是单株，什么是纯料，什么是拼配？这个是单株，好香。是啊，大家是不是常被这些名词所搞混？那到底它代表什么？是纯料比较高级呢，还是拼配更有智慧？让朋友们彻底搞懂这些所谓的普洱茶的名词啊，让大家在买茶的时候无后顾之忧，都会知道，甚至还可以考店员或者是茶商。所以呢，看完这集之后，大家不要再说普洱茶水很深，普洱茶水好深哦。可是看了我们这集之后，就不会这样想。check it out， 两人一壶茶，聊遍茶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金。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古树单株纯料与拼配是什么。Go。好，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所谓的古树啊、单株、纯料、拼配，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所谓的茶树类型，因为这个都有相对的关系。茶树类型有分什么？我们先讲第一种啊，野生古树或者称为古乔木。Yes。对，就是刚刚提到所谓两个叫古树。那野生古乔木是自然生长啊，树龄叫100年以上，那内含物质丰富，茶气强劲，那韵味喝下去的喉韵会很深远。那再来我们提一下大树，大树是自然生长或者是人工种植，那树龄是大约100年以上，大概70到80年。那内含物质、韵味、茶气呢，会优于所谓的栽培型，也就是所谓的台地茶，但是呢，会不及所谓的野生古树或者是古乔木。那第三种就刚刚提到所谓的栽培型，也就是台地茶。那台地茶因为人工密集种植，那风味也很直接，但是茶性滋味会比较强烈一些。所以就是说，100年以上的就可以称为古树，100年以下的就是叫做大树。对，但是这个是有规定的啦，就是100年以上称为古树。哦，这云南那边政府的规定。那大树的话就是差不多80年左右，也不能太年轻。哦，是。那所谓刚刚提到第三点，栽培型就是所谓的台地茶，有点像是我们的新兴乌龙种那种矮化的，所以才叫台地，因为它是像台阶这样子的种植方式。详细的茶树类型介绍可以看过我们拍过的这一集。发生什么事？可以卡掉了啦，可以卡了。哎呦，纯料啊，就像你啦，你在做什么？就独唱的艺术家，追求是极致跟纯净的个性。那我们就来聊聊所谓的纯料吧。纯料分成2种，一个叫做极致纯料，一个叫做常见的纯料。极致纯料是单株，单株一定是纯料，纯料不一定是单株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对，大家要搞清楚。我们先聊单株的定义好了。单株是来自同一棵树采摘的茶叶，这是纯料的最高境界了，数量非常非常稀少，近1000年或1000年以上制作或再来采摘制作才有价值。那我们说单株的特色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喝单株啊，这是1000年的单株。那能喝到那个独一无二的味道，最纯粹的山头气或地区，或甚至到那棵树的口感，那个性会强烈。所以我们在讲强烈，不是刺激性的强烈，它就是它的样貌。就像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，茶树，尤其这种千年茶树也是它有自己的个性。再来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常见纯料，常见纯料就是所谓的单一区域啦，分所谓的小区域跟大区域。小区域就是所谓的村寨，你记得有什么？冰岛啊。对啊，冰岛老寨是村寨，老班章也是村寨，对不对？新班章也是村寨，但是呢，它范围就是小。那我们再讲大区好了，大区域有什么？就是名山嘛，义乌。布朗山这些范围很大，那风味呢就是这个大区域的共通性或共性，那品质稳定，风格鲜明。那例如义乌的村寨有什么？嘎风寨，对，所以嘎风寨它其实就算是小区域了。是。还有布朗山里面有什么？老曼儿，对，有老曼儿，对，所以就是有大有小。那大的喝大的风土味道，小的呢就喝那个村寨所产的茶树的特有特质跟风味。噔噔噔噔，这是在干什么？普洱茶的交响乐这就是拼配的艺术。没错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聊聊拼配。它不会像独唱啦，它是像一个精心安排的交响乐曲。拼配是什么啊？1+1等于多少？2啊。对，但是拼配是要1+1大于2的效果。那拼配是将普洱茶的不同产地地区、年份，甚至茶种来源，就是生熟配有。是啊。对。的茶叶按照他们自己每个厂家的特殊比例的配方，配方就是茶叶的比例，混合的技术制作成为成品，这叫做拼配。那为什么要拼配啊 ？OK， 为什么要追求拼配有3点了。第一个是追求平衡。那刚刚已经讲到说有不同的年份、不同的茶种来源、不同地区等等。比如说用 A 的茶香补 B 的喉韵，或者再加上 C 茶的底跟 D 的茶气。
对，但是每一个厂家的配方，它是绝对不会公布的，对，会很少知道，因为这个是配方嘛，我们讲配方。第二是追求风格要稳定，因为拼配出来其实要长期的量产，所以要风格一定要稳定，因为它的配方一致，所以它生产出来的味道，每年生产的味道都8、9不离十，都一致。哇，也是很厉害耶。是，那我们再举例一个好了，大家应该知道啦，一个 L 开头黄色茶袋的这个英国品牌，对，它的茶袋代茶也是拼配，它甚至里面还加了祁门红茶，还加了香料，因为它那个量太大了，这就是他们拼配技术的最高体现。那第3点是什么？降低成本跟提高性价比，因为这是现实因素啦。某些人来说，他们觉得，喝一般的口粮茶其实就可以了，所以或许他们会选择所谓的拼配。刚刚跟小静聊到这个，你刚刚提问的有关于拼配的部分，那我们就来深入了解所谓的拼配方式。我想这也是茶友们、观众们很想要了解的。哇，今天真的是满满干货。真的有3个部分我们可以来聊：地区拼配、年份拼配跟生熟拼配。好，这3个方式都可以同时组合在一起，或者是1、3、2、3，怎么样都可以。这要看，就像刚刚提到的，这要看制茶师傅他是怎么去制作。对，当然也要看茶本身。所以拼配的好其实是很厉害的。好，我们来聊第一个地区拼配，最常见是什么？比如说布朗山的厚实，再加上义乌的香柔甜，去创造一个层次丰富的口感。当然，我这只是举例，也不一定是每一个厂家是这样做。再来第二是什么？刚刚有聊到年份的拼配，新茶加老茶油，用老茶的醇厚，再加上新茶的鲜爽，让茶汤马上就可以好喝。比如说我们喝到一泡茶，它喝起来很醇厚，但是它里面还有带一些鲜爽度。那就是新茶的对鲜爽就拉出来了。对，那随着时间的醇化，新茶放，它也是会慢慢拉到有接近老茶，一点年纪了。对，所以这就是年份的拼配。那第3个部分是什么？生熟拼配，比较少见。这个我蛮惊讶的。对，但是我也有喝过。对，在店里面正好有一位朋友分享了。我一喝就觉得，这也再来是面料看起来就是不太一样。因为它有熟茶的面料，那也混了生茶的样貌。我再喝起来就是，怎么有陈味又加上生茶的口感。那目的他们这样拼配是为了取熟茶的温润，还有生茶的活性。大部分熟茶会多一些啦，因为基本上熟茶的这个取得价值是稍微低一些。对，就刚刚提到那个 就是要 CP 值要高嘛。那但是有些人喜欢喝一些生茶的活性。对，那就像我刚刚讲，我喝的是熟茶配比高于生茶，大部分大约啦，我猜测，我再来看面料，大概猜测是熟茶70%到75%，生茶是30%到25%，是这样的配比。没有不好喝，但是就是味道很特殊，对，因为它拼的也不错。哇，那太，我们最后来聊一聊优缺点好了。到底是纯料好还是拼配好呢？谁比较好？这样讲，我先分享一下，其实各有各的拥护者啦。不管在网络上啊，或者在店里面，其实我都有碰过各种各样的客人。有些茶友啊，喜欢喝茶的朋友都会坚持普洱茶。像他们喜欢喝什么老的7542、8582这种拼配的生茶，也是有，但是店里面我们也有一批人喜欢喝纯料的生普洱。好，那我们就以最公允的方式，我们来分析纯料跟拼配的优缺点。好啊，我们先讲纯料好了。OK，纯料的优点是什么？个性鲜明，它能探索特定山头地区村寨的极致风土。那有收藏跟品鉴的乐趣，因为纯料一直在变化。缺点呢，价格稍高。对，纯料都是高嘛，对啊，风味单一。那储存跟品饮的时候，因为气候变化，会产生较大的变化性。就像我们今天喝的这一泡，有点睡着。对，如果不是古树级别的纯料，茶质跟茶汤呢不会那么丰厚，那口感可能稍微淡薄一些。这个就是纯料古树级别跟一般级别纯料的不同。好，我们再来聊聊拼配的部分。优点是什么？口感丰富平衡。因为它不会像纯料那样子的变化性太大，性价比高。刚刚也聊到了 ，CP 值很高，品质稳定，就是不会受到比如说气候变化产生较大的变化性，就是纯料会比较像是这样子，受到气候变化而变化。更适合呢日常品饮，就是生活每天可以
喝一些这样子的拼配茶，就是口粮茶。对，是这样口粮茶的概念啦。那缺点是什么？风味个性不突出，因为里面可能有好几个山头不同年份的组合，它就是会落在那样子的范围之内。但是呢，再来一个缺点是什么？市场上有好的拼配的也有劣质的拼配也有，那很多也会用以次充好，就是把不好当做好，所以回归到说大家要练就好的口感，去品鉴出好的拼配茶，茶要喝出来，是没错。那我们分享一下重要的观念吧。纯料不一定好哦，然后拼配也不一定差。是。那好坏的关键在于原料的品质以及制茶师的技术。没错。好，跟大家总结一下，如果要探索风土的极致与纯粹追求品鉴的这种乐趣呢，大家可以选择纯料。那如果想喝一杯口感丰富，然后均衡稳定，没错，性价比高的茶。那优质的拼配是茶友们的最佳选择，是优质的拼配哦，是没错。然后呢，没有绝对的好坏，只有适不适合你的口味和需求。没错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大家偏爱纯料的个性呢，还是拼配的均衡？对，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如果这支影片帮大家解惑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会带给大家更多正确的茶知识。没错，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啦，拜拜。